人民需要什么，武林就造什么。哇，这么极限的吗？御用的窄位，这边是个断头的车位，给它上难度。发现车位，长按这个按钮3秒。看到前面停车场没有？负1、负2、负3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来测一下五菱的泊车到底长什么水平呢？我们内测拿到的贝塔版本，这么辛苦跑来广西，从内部总部拿来一台测试车，不值得一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吗？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这个记忆好的定位成功路线当中，哎，你看他说定位成功，立即使用，看到没有？注意周围环境安全。我按开始泊车就不用这样咯哒咯哒再去拉那个拨杆了哈。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车辆即将右转观察模式。我刚想说哈，它进入领航模式之后呢，它没有说突然给一脚电门学的那种切换的状态，很无感，就像我刚刚松刹车、松油门、怠速溜的这个速度，拐弯也是，直行也是。这个东西我没得吹没得黑的嘛，就看我的体感就行了。包括你看陡坡这个缓降。做的很好的，下来的时候是即将右转，下来的时候是10来公里，最后快接到平地地面，它会缓缓再刹重一脚到几公里。这个建议小米速七 Ultra 学起来哈，你们那个这么贵的前产下陡坡之前最后都不来一脚，人家五菱都做到了。过减速带，无门腿，这个星光自车辆即将右转。它的底盘是比起上一代的星光或者改款前的星光是有升级的，所以你看整体的更有质感、更稳。但小挑一下刺哈，怎么有一说一，它拐这种大弯呢，我觉得它没有像老司机一样偷一把方向再拐，就是那个视野有可能是走一个它是走一个最优路线，那效率上是没错的，但从驾驶员的安心感来说，我希望它像现在就有一点了，有点往反方向打一把方向，借点视野，再拐一个大弯，哎，这样是会更好的。但就从你看车控啊、拐弯效率啊、行进节奏啊各方面，车辆即将左转，还是没有问题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我要挑一个小刺的，就是它的播报好像是有点频繁了，虽然。它是有2档可调的，有简洁有标准，咱们是标准。但第一次跟五菱的智能辅助驾驶打交道，还是用标准，咱们会更多交流、更多沟通一点。那我觉得这个车辆即将右转，你看就略显有点话痨了哈。这个我觉得后续车辆即将左转，后续 OTA 应该是可以小再优化一下的。车辆即将左转。你打灯变道就好了，大不了给个文字，你不用总是用小林的语音波告诉我，我知道你在左转啊。那马上要搞多期了。车辆即将左转。别念了，师傅，别念了。而且你看它好的一点是，路上经过的一些空白车位，它是实时在解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记的那个车位，如果太深入停车场的那个内部了，其实你觉得路径中有个地方想停，哎，你看我发现这有电梯啊，那边就可以停，噔就可以暂停，在这个路径中找另外的车位，找另外一个车位来停了。哎，你看我们的其他的工作人员，车辆即将左转，跟我们一起在试车。哎，你看给他制造了一点难度，你看没问题，他观察博弈躲开了之后，人家躲开了我们就继续走。哎，也算是给我们这一次的测试加了一点素材哈。啊，我们目标车位在这，有个星星的 ，OK。即将为您泊入车位。它2套系统的切换也算是挺无感的，它只是语音播报加 SR 的切换，告诉了我，哇，这么极限的吗？哦呦，我感觉我的左前的大灯基本是贴着柱子过去的。哇，不愧是大疆的艺高人胆大。泊车成功。其实呢，它的路径最长的支持远不止500米的，咱们只是这个停车场最深入了，还绕了一圈呢，也才500米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拿去更难的停车场、停车楼，去什么来福士啊那些地方，宜家停车楼啊兜一兜，
要不要看呢？想看的把想看打在公屏上。接下来就是试一下它的基础的泊车能力了哈，窄位、断头车位，走。迎来了我们御用的窄位这台社会车辆，故意停到有点贴线，这是我们故意安排的哈，就是要营造这种窄位。旁边还有这种消防门，作为一个正常人都不想停这种位置的了，但是我们要刁难这套智能泊车辅助，给它上难度。发现车位，请踩住刹车，点击开始泊车。我也发现你发现车位了，所以这么窄的位置呢，直接上难度了。我们用遥控的方式，我直接人下车。哇，这个体验贼好！只需要把钥匙拿下来，长按这个按钮，3秒，1、2、3，哎，系统就激活了。然后这一次它的智能辅助驾驶，你看后视镜上面还有个小蓝灯，一个自驾提示灯。行车的时候呢是常亮的，然后泊车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样闪烁的一个状态。还好我身手敏捷，他知道泊车的效率真是太高了。我这不躲开的话，我感觉他要撞过来了。我开个玩笑，他肯定是能看到我的。我只是怕影响它的行进的效率跟轨迹的规划而已。你看后视镜它还折起来了，细节哈，它把后视镜折起来了，好快啊，这就挺好了。好，这边是个断头的车位，前面是一堵墙，旁边是2个社会车辆，而这里呢刚好有一个独立的位置，一般人可能都望而却步，但是系统说我能停。这一次呢，我就用车内的视角感受一下，这么窄的车位，它的距离把握会不会很极限，会不会让一个司机都感到恐惧？所以车外视角就交给我同事了哈。行，你下车帮我看着哈，交给你了，小林。啊，他还知道这次泊入的用时会比较长，还一边在泊车挪库，还一边在安慰我啊，会比较长，时间比较长，安心一点哈。你看刚开始的路径呢，它还是有点手舞得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在这个通道内腾挪，但很快呢，你看他已经发现了这个空间内有很多的空余车位，是可以给他利用一下的。所以他决定开始把这些位置给利用上了哈。你看这些蓝色的进度条，已经告诉我至少他下2步的规划是怎么样的。一把接一个位，往后一倒，哇，他的倒进去的路径已经是规划出来了。再往前一把，再往后。本次泊入用时较长，请耐心等待。带了西服，路径中有障碍物，别念了，泊车已暂停。耶，有障碍物。你骑到这个路障肯定有障碍物啦，但是你是往后，没事的。啊，他还知道他离那个限位器比较近，让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那个蹭到的风险。啊，还是你周到。哇，已经初见端倪了。我们已经把车尾摆得差不多了，再往前一把，再往后，就差不多了。一把往后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哇，完成了，泊车已完成，泊车成功。果然，人民需要什么，50就造什么。现在人民需要什么？需要普及智能辅助驾驶。50就说我也有，你看这个泊车能力，你们说牛不牛？验不验货啊？所以说50的智能辅助驾驶在星光上第一次跟我们见面，不过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毕竟他用的是大疆卓越这一套方案，在市面上过去2-3年都有经过大量的验证跟测试，也有体验，算是老朋友了，所以呢也算是成熟，也算是名牌了，并不是一些初见的嗰啲自摸嘢。这台车现在我们是小批量的提前摸底跟验证，还有一点点小细节还是可以打磨一下的。那接下来上海车展这个节点它就会公布售价了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这台50的智能辅助驾驶到底要卖多少钱。同时5月初呢也会有大批量的试驾等着你们了，所以到时候量产即交付，交付即可用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